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，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这个宇宙的生命，这个地球的生命，本身就是一场游戏，一场冒险旅程。修行也是一场游戏，却是神的捉迷藏游戏。阿吴说是游戏，但并不代表看待他的心态是随随便便的，是轻视的，不代表是不屑的，是戏谑的。相反的，这是一场伟大的探寻之旅，是神在寻找自己的游戏。这是庄严的、伟大的、神圣的。这是幽默的、感动的、带有深刻启发的游戏。需要认真的去看待这场宴会，过程中有无数的泪水，不管是痛苦还是欢喜，亦或是感动的。它有一种幽默意味，因为修行的路上，你在寻找的一直都是你自己真正的本质。神在寻找神，以一种角度来看，这本身就很滑稽，但以另一种角度来看，就格外有意义。每个修行人或多或少都有听过“我就是神，我就是佛”或是“我就是空”这种言论，但即使这可能是真理，却不是你亲自证到的。你只是在鹦鹉学语，那对你而言一点都没有用，甚至有害。就像一个人爬上了喜马拉雅山，眼前的景色，心中的感动与震撼都是深刻的永恒回忆，烙印在心中。即使他以言语告诉你，以照片与影片分享给你，你还是无法体会。你可能会看着影片说，哇，好美哦，但你仍然无法体会那登高者内心的悸动，因为那份爱与神圣是无法透过语言文字，无法透过图像影片传达的。只有你开始起航，开始一步步的前进，开始亲自走一趟，你才能真正感同身受，并且真正明白那登高者所说的境地。在琥珀神秘学院，阿吴会提供你一些方法与技巧去练习，以让你去达到某种状态或境地。你只有亲自去一步步练习，亲自去探寻后，去踏上这自我修炼的孤独旅程后，才有可能到达那些经典说过的，有如灵性都市传说里说到的那些境界或了悟与醒悟。阿吴教的这些方法都看似很简单，简单到三言两语就都说完了，但这对于人们的头脑是无法想象的。人们总是在追求那传说的武林秘籍，或遗失的葵花宝典，与苦苦找寻那遗失的圣杯传说。人们的大脑总认为那应该是繁复的操作模型，可能会像微积分那样难解，或是有如圆周率那样无穷无尽的招式、仪式、口诀等等，需要练上749天，需要沐浴更衣、焚香操琴，需要吃斋食素或五不食。上述都提供了好的修行环境，如果你喜欢，当然可以去营造，这都是助攻的角色，但却都不是修行的主体。
每当我提供一个看似简单的练习，说这样去好好练习就可以去到某个地方，人们就会怀疑地说，有这么简单吗？怎么可能只是这样就可以达到呢？阿吴应该是个骗子吧？有2个原因让你不去练习。第一，即使你听过“我就是神，我就是佛”这种可能是真理的言论，但因为这不是你亲身经验，所以你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应该要跋山涉水，走遍天涯海角才可能会到达那神圣的目的地。不，如果你本身就是你寻找的，那么这一切的练习操作就不用那么复杂，也不用那么多看起来繁琐的程序。如果剧情是你本身就是你寻找的，如果神在寻找神自己这个假设是真的，那么这一切的练习程序就可以变得很简单。那么这一切就不用流浪到天涯海角了，那么理论上随时就可以达到，只要你把注意焦点转回自己就可以了。但这里说的简单是指程序上的简单。事实上，爬山涉水，走上几千几万公里去西天取经，可能不是最困难的。最困难的总是像魔术手法那样近在咫尺却无法破解，总是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人，却像被鬼遮眼了般视而不见，这才是困难的。有一句话叫做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最困难的是近在咫尺却认不出来。所以若你问我修行悟道是困难的吗？我会说，不是简单的。你若问我修行悟道是简单的吗？我会说，不是困难的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第一个你不深入练习这些方法与技巧的原因，是你觉得目的地离你很远，所以你认为这些简单的方法根本不可能达到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让你无法相信用这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达到神秘之境的原因，是头脑思想的轨迹，他喜欢并渴望有复杂的事可以让他更复杂的运作，他渴望有如哲学般的思考活动让他去想去推论，去有事情做，去忙碌的运转。它是一台计算机，它的职责与功能就是不断的想、判断、分别、回忆，去解决许多问题。他所渴望的也是不断的运作，若要他停下来，就等于宣告他的无用与死亡。这就是讽刺与幽默的地方。整个修行初期的重点就是头脑的清静与止息。现在阿吴给你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与技巧，让你去达到头脑的平静与安静。你的头脑会开始耍诈，它会开始愚弄你，它会说，哦，哪有可能是这么简单的方法？是把我当笨蛋耍吗？如果你尝试了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他又会开始说，好无聊哦，好想睡觉哦，应该去尝试其他好玩的方法。当你尝试了这些方法一阵子，他又会说，看吧，你被骗了，赶快放弃吧，让我们再去找寻其他方法吧。他就是那么顽皮，但你从不对他怀疑，因为你和这个机器粘得太紧了，以至于你以为大脑的发声就是你在说话。不，大脑是大脑，你是你。如果你不是大脑，你又是谁呢？如果你不是大脑，你在哪儿呢？因为业力的惯性，你的头脑绝对不会让你安安心心地坐下来，平平静静地修行，顺顺利利地完成。因为头脑思想就是初学修行的最大的阻碍，若你认同它，就认同了你的世界，那么就有止不住的喧嚣，那么你的心就永远骚动不安。这些方法与技巧就是来对治头脑的，而你又听从你的头脑，所以这些方法对你来说当然没有用了。因为你，也就是头脑思想，总是忙碌，忍受不了无所事事。这里指的不是你外表的懒散与无所事事，我指的是你无法忍受头脑思想的无所事事。有人看起来整天没事做，好像很清闲，但他的头脑里的世界却骚动不已。外表不重要，你需要做到的是内在头脑的无所事事。基于以上2种原因，一，
你内心并不觉得真理与神就在你体内，你觉得那离你很远，需要走很久才会到，需要修好几世才会到，这是普遍佛家子弟的想法。2. 听从头脑的轨迹。因为这2个原因，这些简单的方法与技巧对你可能是无效的。虽说修行的方法是闻、思、修，但人们喜欢停留在思，或是花很多时间在思考，但若没有经过修的加持，这些思考都是非常粗糙且喧宾夺主、躁动不安的。这堂课阿吴来介绍一个既古老又简单的方法与技巧。这个方法自古就在许多经典中有记载，在灵性修炼的师徒间流传，称为第3眼静心法。这个方法操作起来很简单，只要在静心时闭上双眼，把2眼的眼球往2眼中间靠近额头的地方注视，就这样把注意力专注在第3眼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对，你莫听错，整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。当你闭上眼这么做时，会有一种吸引的感觉引导你在2眼之间，额头的哪个位置，照着你感觉走，就是那个位置。当这么做时，你会发现在静心时比较能专注，头脑思想比较不会飘忽不定。因为当你专注这个地方，就会给这个能量中心能量，可以刺激头脑的腺体，释放出让人们安定的各种激素，并且你可能会看见内在的光，这些光一开始会以灰白色，有如烟雾的样子流动，这就是第3眼这个中心活动的迹象。是的，仅仅只是专注着凝视着它静心，就可以开始变得不同。过程中会有那么些时刻，你会好似处于不同世界，像是在梦中。但你的头脑会说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只是这样就可以改变？其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了。当你在静心时可以很专注地保持在第3眼时，接下来阿吴要来讲这个方法的进阶练习。请利用呼吸法，在保持专注于第3眼的同时，想象你的呼吸是从第3眼的地方吸气与吐气，想象在第3眼的地方有一个气孔，就像你的鼻孔一样，一呼一吸，并且要是深呼吸，这可以更强化、更刺激第3眼这个能量中心的运作。这是因为你吸入的空气不只是空气，还包含着肉眼所看不见的能量。这些能量不只可以随着呼吸从你的鼻孔进入，也可以透过全身各个能量中心去互相交融与交换。这么一来，这个第3眼凝视法就包含了2个方法：观想与呼吸法。在古印度医学与瑜伽教学中，整个世界充满着普拉纳 prana， 它是一种生命能量。是的，这股能量就和我们之前说的昆达里尼能量是同一种，也是气功所说的气，也就是所谓的灵能、灵气，但大多数人并无法感受到。当我们在修炼第3眼静心时，使用呼吸法，就是让能量更加流通到我们想让它增强的地方。呼吸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却有着很深奥的秘密。所以自古人类修行修炼的各个宗教与门派中，都可以看到有关呼吸法的各种记载。呼吸是一个秘密，这个动作一般人只懂一半，只知道空气进入肺的活动，却不知除了空气，呼吸这个动作也和人体能量系统运作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说明喽。下课，拜拜。